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接触沈家的人？这女人到底是傻，还是为了沈凌轩故意装糊涂？你自己不明白吗？你已经嫁给了我，是我的妻子，是我的媳妇儿，断然不能朝三暮四，像其他的男人。我之前给过你机会的，所以从嫁给我的那一刻，你就是我的人。你这男人虽然总是黑着脸，还有一些大男子主义，不过倒是听话体贴，知道关心人，比沈凌轩那个自以为是的高傲孔雀强多了。放着这么好的男人我不要，我为什么还要去想沈凌轩呢？再说沈凌轩还没有我相公好看呢。萧一泽，你居然害羞了，这可真是一个纯情的男人。女子要矜持，要委婉。原来相公喜欢这样类型的女子呀。好，我以后会尽量学着。你还没有同意不同沈家合作呢。相公，人家既然嫁给了你，自然不会再同其他男人有暧昧有瓜葛。我和沈凌月完全是女子之间的事，也算是内宅之事。内宅之事本就是女子处理的，相公是谋大事业的人，就不要管女子之间这种小事儿了。随你。反正沈凌轩不会来围山村，以后他去府城，他跟着去即可。今天给你们弄了一些小吃，你们尝尝看喜不喜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说这是毒药，你吃不吃？就你，恐怕杀鸡的胆量都没有，还敢下毒。大哥快吃，这东西真好吃。这叫鸡米花，长长的叫薯条。你们吃完了把盘子洗了，今天你爹带了柴回来，不用去山上捡柴了。吃完了赶快读书写字，把先生布置的任务完成了。果然没有哪个孩子能够拒绝薯条和鸡米花。等回头试着再做一些汉堡，给他们一个完整的童年。昨晚那个爆炒兔肉就挺好吃的，这肉太少了，不如我再杀一只兔子吧。你爹之前杀了一只野鸡，要不然哪来的鸡米花给你们吃？盆里的过一会儿给你们做大盘鸡，这是鸡脯肉炒芹菜，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有2个荤菜，你可满意？满意满意。那个你喜不喜欢吃鱼？刚才田旺说他找到了一个河沟，里面有不少鱼，让我一起去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继续向山上采花。先生布置的任务写完了？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那你去捉鱼吧，记得要小心一点，不能去深沟里，不能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我会浮水，而且我们也不去深沟里。你带着你大哥和珠儿一起去玩，半个时辰之内回来吃饭。你坐下休息，我有事想同你商量。是这样的，我前2天收到了我前妻叔父的书信，他的儿女都去世了，他的亲人就剩下了我们家这3个孩子，所以他想过来，你觉得如何？老人思念孩子，又是3个孩子的亲人，自然是要接过来的。你放心，等老人过来，我会像孝敬公公婆婆一样孝敬他的。你抽空去把老人接过来吧。叔父以前是教书的，所以等叔叔过来，我想让2个孩子在家读书，你觉得如何？洛烟这下明白了，这应该是给2个小大佬请的先生。书中后面萧门浩提起来过，萧玉泽给他们兄弟请来了江湖上有名的文学志士来教授2人，就是以萧玉泽前妻叔父的身份请过来的。只是原主厌恶萧玉泽，更厌恶3个孩子，自然不可能尊敬这位德高望重的先生。所以先生在萧家那段时间，经常辱骂先生不说，还污蔑先生偷窥他，让那位先生羞愤至极，没多久就离开了围山村。因此萧门浩心中很是怨恨原主。既然叔父是先生，那么教授2个孩子读书自然是最好的了。我听小玉说过，大村的那个先生已经不适合教2个孩子了。我原本打算过段时间同你商量，让2个孩子去镇上或者府城读书呢。那明天我同你一起将客房收拾了，然后去镇上置办一些东西，等后天我再去接叔父。爹，他今天怎么了？怎么没有起来？是不是昨天的虾？不是，你娘这几天有些不舒服，
我不在家这段时间，不要让你娘碰水。除了让她炒菜，这几天你们两个都辛苦一点，其他的都不要让她做了。我会尽快赶回来。是。都是温水，你洗漱吧。我已经把饭做好，菜也切好了。好，我洗漱之后就过来做菜。喂，爹说你不舒服，你怎么了？你爹还说了什么？就是刚才交代的呀，除了让你炒菜，家里的活儿什么都不让你干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不会是想偷懒吧？我若是想偷懒，菜也不给你们做。我这不是关心你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女人同男人不一样，女子长大了，1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会不舒服。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等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只是这几天不能碰任何冷水，也不能做重活，不能看大夫。这孩子还是关心我的。不用，若是有大事，你爹就不会走了。你只要记得，以后每月差不多这个时候，不让我碰冷水，不让我干重活就好了。好。母亲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过来看看你，可累？不累。母亲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的规矩学得差不多了，只是这脸色还没有变过来。不过若是上了妆，一定很好看。过几日，沈夫人打算去京城，不如明日你带些礼物去拜访吧。女儿一切都听母亲安排。明日你要好好的讨好沈凌月，莫要让她再去找洛烟了。母亲，你说沈小姐去找姐姐了？上一世可从来不曾发生这样的事啊。唉，我打听清楚了，上次洛烟来就见了凌月，后来没过几天，桂香就去了一趟围山村，回来之后更是将沈府和沈家花园的花全都摘了，第二天送去了围山村。这不，桂香今天又去了围山村。母亲可知桂香去围山村所谓何事？听村里的人说，洛烟好像在做什么香水。你也知道，凌月有体疾，洛烟一直在寻找帮她解决的办法，或许找到了才让桂香过去的。而且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这事林轩不知道，而且林轩讨厌洛烟。你现在只要让林轩喜欢你，其他的都不必放在心上。母亲放心，我会谨记母亲的教诲的。洛言真是疯了，谁不知道虾会招惹来祸患，他居然自己作死吃魔虫。可不是，姐姐真是的，若是有困难可以来找我呀，我和娘断然不会不帮他的。怎么吃这东西啊？若是真的给村子里招来祸患，恐怕村民们杀了他的心都有了。唉，要想办法劝一劝他，不要让他再吃那东西得罪村民了。真不行，我劝劝母亲，把他接回府里好了。妹妹有所不知，就洛烟那个脾气，你若是将他带回来，说不定他还会记恨我们。再说了，他吃魔虫，若是把灾难带到咱们府上怎么办？可姐姐若是再吃魔虫怎么办？她或许不知道虾是魔虫，所以觉得那东西有趣。妹妹放心，围山村的人肯定会劝她的。想来她现在已经不吃了，即便不吃了，我也要让洛烟成为全村招惹灾难的祸害，让村民们把她处置了。洛丽如何吩咐你，照做即可。是，小姐。村长，一定是洛烟，若不是他吃魔虫，我家怎么会死了4只鸡啊？村长，我家的小猪崽也死了，我还准备卖钱给我2儿子娶个媳妇儿呢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村长，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死了牲口，这是老天对我们围山村的处罚呀，都是洛烟招惹魔虫惹的祸。你赶快把洛烟抓起来献给魔虫，否则现在是牲口，恐怕过段时间就是咱们整个围山村的人了。对，村长，村里的牲口死肯定是魔虫生气了，这是对我们的警告。
为了我们整个村的人，村长还是快点做决定吧。是不是玉泽的媳妇儿招来的祸患还不知道呢？若是弄错了，那可是人命，谁都担不起。以前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，为何从他吃了魔虫之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事？大村里有个神婆，我呀这就让老大把人请来，到时候看神婆怎么说吧。你们兄弟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可吃饭了？厨房还有些饭，我去给你们兄弟盛来。婶子，村里人要把你杀了，平息魔虫的怒气，消除灾祸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2天村里不断有家畜牲口死，今天早上我们家的鸡也遭了殃。我爷爷让我爹去找神婆，结果神婆连村都没进就吓跑了，说咱们村招惹了魔虫大人，除非平息他的怒气，否则咱们村的人都会死。所以村里人打算把婶子火葬了，平息大人的怒气。还魔虫大人？那神婆肯定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婶子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们放开我娘，我捉得下，你们把我带走吧，你们放开他。确实是这小子带头抓的魔虫的，魔虫生气，肯定也有这小子的份儿，我们把他给绑了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一切都是我让他做的，同他没有关系，你们放开他。确实是你让他做的，可是魔虫都是他抓的，显然村里招来祸患也有他的一部分。为了全村人，我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引发魔虫怒气的人的。对，要我说，他们全家都吃了魔虫，他们全家都应该拉到河边祭祀魔虫，平息魔虫的怒气。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这个臭娘们儿，给村里带来这么大灾难，居然现在还横！你问问全村的父老乡亲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他们一家都应该去祭祀魔虫，平息魔虫的怒气？对，大烈说的对。洛烟发现萧门浩满眼的杀气，急忙买了一个小电击棒握在手中，不着痕迹地让抓着自己的2人松开。你们怎么把他放开了？知道他们怎么了吗？因为他们冒犯了我，所以受到了雷击。雷击？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天上打雷啊？你们不相信吗？不信的话问问他们4人，现在是不是全身酥麻，就像雷电冲刷着他们身体一样？那4人震惊之余用力地点点头。洛烟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就是个给全村带来灾难的祸星，还雷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萧玉泽可是会武功的，若不是你也学了些手段糊弄大家吧。这男人还有些脑子，不过李家一直咄咄逼人，难道这次的事同李家有关？可全村的牲口一夜之间死了不少，李家还没有这个本事吧？我这才嫁进萧家几天，若是学武功这么容易，大家都去学了。他们之所以受雷击，是因为我是神女，下凡历劫来了。刚刚我受到了冒犯，天雷自然就会惩罚他们。既然这些村民愚昧无知，相信神佛，我就用魔法打败魔法。你是神女？大家别听她胡说八道，若她真是神女，那么咱们村子里的牲口又是怎么回事？神婆又为何不敢进咱们的村？你们有什么证据说这里的畜生死了同我有关？说不定是有些人故意为之。再说了，神婆那种低等的货色，又岂能和我相提并论？好啊，你若是神女，就让我们死去的牲口都活过来，我们就相信你。万物有因有果，既然入了轮回，又怎么可能活回来？不过诸位放心，因果循环，善有善报，说不定是各位家中的牲口正好给各位主人挡了灾难，所以才死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家肯定顺风顺水，日子越过越好。这话谁不会说？反正你肯定不会是神女。我倒是有个主意啊，既能平息魔虫的怒气，又能证明洛烟是不是神女下凡。我们继续将她祭奠魔虫，若她真是神女，肯定能够自救。这样一来，魔虫看到我们的诚意，也不会再做伤害我们的事儿。好，我答应了。
你们3个都在家中，不许出来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珠儿要跟着你一起出去。珠儿乖，村民们有事情需要娘帮忙，娘去就回来。你在家听大哥的话，不要出门好不好？珠儿不要，珠儿要陪着娘。村长伯，我不会跑的，你们该做什么准备去准备吧，等准备好了再来叫我。我把珠儿哄睡了就过去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你真的是神女下凡？你说呢？我觉得你不是，神女多厉害，你太弱了。你这个小直男太不可爱了，再这么说话，长大了媳妇儿都找不到。我这么小才不找媳妇儿呢。反正你这直性子以后要改改。小浩，过一会儿你去我们卧室看着珠儿，我担心她醒来了会害怕。你真的准备去？不打算去山上？你既然是神女，还有没有神力？能不能保护自己？我不能走，我说是走了你们就危险了。而且这天看样子还会下雨，我说不定能够坚持到你爹回来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那就多谢了。玉泽家的，我也是为了全村人，你若是要怪，到时候就怪我一人好了。村长伯不用自责，你也是为了大家好，但我确实是被冤枉的。我可以肯定，村里的牲口突然都死了，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，所以还请村长伯趁着大家都在，好好调查一番，还我一个公道。这2天大家可看到外村的人在我们村晃悠？或者这2天晚上大家都发现什么人没有？前2天一辆马车去了玉泽家，我看见还有一辆马车跟在那辆马车的身后，那马车下来的人进村同咱们村好几个人说话了。哎，对，你这一说我记起来了，那男人向我打听了不少关于玉泽家的事儿。对，他也向我打听的是玉泽家的事儿，我还看见他同李婶子说了很长时间呢。那人走的时候，李婶子可开心了。谁不知道我以前在萧家照顾那3个孩子，自然知道他们家的事情比较多，所以那位大人就打赏了我20文钱，白得了铜钱，谁不高兴啊？那个人有来找过你吗？我倒是希望人家来找我呢，可是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人家找我做什么？那李二大哥呢？这2天可见过其他的外人？哼，大家都看着呢，我和大哥可是天天在村子里干活，哪都没去，什么人都没见呢。难道我怀疑错了？夜里大家也没有见过可疑人的行踪吗？洛言，你别想拖延时间了，有人相信你的花言巧语，我可不相信。你若真是神女，你来我们村这么久了，没给我们村带来多少好处，反而给村带来了这么多灾难，连神婆都吓得不敢进我们村，你还是别狡辩了，老老实实的让我们将你绑到高台上，将你烧死，平息魔虫的怒火，给全村还一个安宁吧。我是被冤枉的，你们烧不死我的。能不能烧死你，不是你说的算。乡亲们，我们一起把他绑到高台上，不然明日可能有更大的灾难，说不定家里的牲口死完，就轮到我们了。是姓李的，报复我，等着，只要这事过了，看我怎么收拾李家。不过我绑在高台上这么久了，小大佬怎么还不派人来救我？还有萧玉泽这个狗男人怎么还不回来？不是说以后有他吗？平时在眼前晃，需要他的时候却不在，等我逃过这一劫，一定把他给蹬了。不知道系统的防火服行不行？这么多柴火，不会把我给烧死吧？伯，你真的要烧死我吗？玉泽家的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有如此才能让百姓安心，才能洗去村中的灾祸。更何况你是神女，不是吗？我知道了。然后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突然他看到一道身影飞了过来。村长，萧玉泽将灾星救走了，我们赶快去把他要过来吧，不然……已经烧了半个时辰，普通人早就烧死了。
若是洛烟有命活下来，那只能说明他命不该绝。我们也算是给魔虫大人一个交代了，大家散了吧。爹爹，你回来太好了，他怎么样了？萧玉泽看了萧门浩一眼，想要问他为何不救洛烟。他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小浩，把外面的水缸搬进来。小易呢？我把他打晕了。将他唤醒，让他去烧水。你去村口将先生接回来。洛烟悠悠地醒来，发现自己在水中，身上倒是舒爽了一些。527，刚才我及时的将防火玻璃罩收了起来，你说那男人会不会发现？你说等他回来，我该如何解释呀？宿主，即便刚才有防火罩和防火衣护着你，但是防火罩的空间太小，火烧的时间又长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你的身体依然被灼伤了。建议你立即服用玉髓，否则日后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经脉，都承受不了洗髓之痛。洛烟急忙将玉髓拿出来，倒进嘴里，全身舒展中带着微微的疼痛，慢慢的越来越疼。你怎么了，娘？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别哭，没事，出去。都是我的错，若不是我捉鱼，你也不会看到魔虾，我们也不会吃，你也不用受这样的苦，都怪我。你是不是很疼啊？你咬我吧，咬我你就疼得轻一点儿。不是你的错，我很快就好。你快出去，听话，找你爹来。对，找爹，爹一定有办法的。我现在就去找爹，你再忍一忍。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疼痛终于消失了。还好你没事。还好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我以后会护好你的。我刚才听到家里有客人来了，你赶快去照顾客人吧，不用管我。这几日你好好在房中休息，我会调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的。这是我路上买的糕点和坚果，你若是饿了可以吃一点。小姨正在做饭，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不如还是我起来吧。不可，我对外说你受伤严重，没有10天半个月不可能恢复，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在房间里，尽量不要出去的好。叔父带了书童，书童也会做饭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这是在告诉我要在房间里待上10天半个月吗？反正我已经引气入体了，正好可以趁着这几天好好修炼内力。我就说我的媳妇儿怎么会这么漂亮、温柔、贤惠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。原来我媳妇儿居然是神女下凡。媳妇儿，你不知道我多么庆幸你是神女，受到了上天的庇护。当我发现火中的是你时，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即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看着昏迷不醒的你毫无生机地躺在我的怀里，我真想将围观的人全都杀了。我精心呵护的媳妇儿，岂容他们如此对待？还好你没事儿。这个男人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，为了知遇之恩，知道杨逍允浩他们是死罪，可依然坚守着。那他会不会为了我守护着我这个秘密，不让任何人伤害我？他真的可信吗？妍儿，我知道我不够有权势，不够有钱财，还有3个孩子，甚至还娶过一个女人。你不是神女的时候，我就配不上你，现在我更觉得自愧不如了。你很好，对我很好，孩子们也很好，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嫁给你。真的吗？妍儿，你知道吗？从第一次见到你，你的模样就完全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喜欢你命令我，喜欢你同我说话，喜欢你给我做的饭菜，更喜欢你亲我，喜欢你的一切一切，不喜欢离开你，不喜欢你不在我身边。你都不知道，离开的这几天，我的梦里全是你，所以我快马加鞭的回来，只为了那句你说回来我们就继续。他这么迫不及待的回来，
居然是为了同我圆房，果然是男人，呵呵。可为何我心跳的厉害，还莫名的欢喜？这男人为何突然对我说这么多情话？他并不是多话之人，难道他看出了我想要逃，所以才如此？他是故意还是真心？燕儿，我不能要求你做什么，可是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，或者只要你留在我身边一天，我愿意护着你，敬着你，听你的话。我也请你尝试着相信我，即便不能真的相信我，若是你想离开的时候，也别不告而别，好吗？他果然是看出来了，所以他是因为担心害怕我偷偷逃跑，才说出这么深情的话吗？这男人骨子里带着冷傲，而且矜持守礼，甚至不屑同人谄媚撒谎，是那种深情似海，只愿意用行动表示，也不愿意说出口的人。看来是我把他逼急了。如果有一天我想要离开了，告诉你，你会放过我吗？燕儿，现在听你这么说，我不想想这个如果，可我又欣喜你现在不打算离开。若有那么一天，你真的打算离开我，只能说明我这个相公做得不够好，让你失望了，我又有什么资格来挽留你呢？从来不知道这个少漠寡言的男人说起话来居然一套一套的。他从我想要逃时就编织了一个大网，让我一点一点的陷入，无法逃离，成为他的猎物。这男人还真是个好猎户。睡吧。喂，萧玉泽，村民们怎么说？叫相公。相公，村长怎么说？那些牲口和范奶奶都是被下药毒死的，村长已经知道是人为的，对火烧祭祀你的事情很抱歉，还说过来向你赔罪。我已经同意，不过等你伤好之后再说。你怎么知道是毒死的？知道是谁毒死的吗？村长同我说了牲口和人死的情况，我立刻猜出是吃了砒霜，只是何人所为还没有查到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在追查了，最多5天，肯定给你一个答案。快睡吧。媳妇儿，背后的人找出来了，是方家一个赶车的小厮，说你之前无缘无故打了他2鞭子，毁了他的容貌，害得他被心爱的姑娘退了婚，赶马的差事也没了。他心中记恨，听说你吃虾，就联合李大林贿赂神婆，用砒霜毒杀了村里的牲口，引发魔虫的谬论害你。洛烟挑了挑眉头，原主的印象里还真有这事。那小厮没有同其他人接触吗？审问了，那小子一口咬定，但因为记恨你毁了他一生，所以才想要杀了你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还有一条人命在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当初你被火烧，李家撺掇的最是厉害，所以我打算以一笔之道还施彼身。你要烧死李大林？这件事若是送到县衙，难免将你扯出来，而你现在的情况不宜出面，最好就是烧死李大林，平息上天的怒气。天上的怒气？村里人听说你没事，就认定你是神女下凡，为了不受上天的谴责，除了要保守你是神女的秘密，自然还要惩罚恶人，所以大家一直认为烧死李大林是最好平息上天怒气的手段。那个小厮你怎么处理？我把他扔到山上喂狼了。你都处理掉了还问我？难道我做错了？我只是……过几日我们去府城看大夫如何？我今天已经去镇上给你抓了药，不如再过几日再去府城。对了，夏先生已经说了，明天就开始上课，我打算将西厢房盖起来，用作授课，你觉得如何？这是叔父的意思吗？夏先生说，一切听我安排。叔父到底不是我的亲叔父，而且他还带着小厮，日久天长，难免招来闲言碎语。而且小浩性子不比一儿活泼，他谨慎寡言，若是身边没个玩伴，恐怕以后难免孤傲独断一些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还不如在村里建个学堂，一方面叔父亲近，做什么事也方便，另一方面也给村子里的孩子们一个机会，小浩和一儿也能够多一些玩伴。你觉得如何？叔父可以单独教小浩和一儿，那个小厮可以教村里的孩子，这样一来，珠儿也能去学堂，也省得他在家无聊。男人点点头。好，等明日我同夏先生商量一番，看他如何说。你们家的院子太干净，
我想养只羊都不行，心中倒觉得是一大憾事。现在好了，你再给我建个大羊舍，我要多喂一些羊。如此，先生不如同我去村里走一走，看看先生相中哪块地方，我们好建学堂。火烧李大林的那一晚，火焰将整个围山村都染红了。大哥，娘被祭祀那晚，是不是火光也这么大？那天的火光比现在还要旺，还要大。我站在这里，都能够感觉到火焰的灼热。那你为何把我打晕？若是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救娘的，也不会让娘烧了那么久。我一直在等着高柱倒塌，好去救他。可还好，爹回来了，还好他没事。媳妇儿，我没病啊。乖，坐下让大夫看看你的内伤。内伤？脉象平稳，脉搏跳动强稳有力，这位壮士的身体并无大碍。这可是府城有名的大夫，是看不出来，还是因为我站在这里怕我不好意思？大夫，我相公真的没什么隐疾。这位壮士肾火旺盛，若久压不宣，伤身伤体，确实不宜。果然是肾有问题，那就劳烦大夫开些药吧。洛姑娘客气了，我们东家交代了，以后洛姑娘来琼明楼，看中什么尽管拿，不用付账。看来屈明只知道那天晚上是我救他了。掌柜可能误会了，我同你们东家素不相识，又怎么能买东西不付账呢？这落烟倒是同传闻中的不同，说诊费轻了就真的轻了，不就是几百两银子吗？那就收下吧。媳妇儿，你不能再喝了，先生慢用，那人喝醉了，我带着他去安置。欲则自便即可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你怎么把我抱进屋了？我还要喝酒呢。不能再喝了，你都醉了，乖乖睡觉。我才没有醉呢，你别拖我的鞋，我不睡觉，我还要给你熬药呢。睡吧，我没病，不用喝药。你有病，在我嫁过来的头一天晚上，李婶子都告诉我了，而且全村都知道了，你别想讳疾忌医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什么叫做全村都知道了？还有，我哪里讳疾忌医了？我知道这是关于男人的面子问题，你心里难受，不想让我知道，我也理解。但是你不能不吃药，大夫既然开药了，就说明他能治好，你也不用心理压力过大。即便你真的治不好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，只是每晚看着你痛苦的忍耐着，就忍不住心疼。你说你武功那么高，那个位置那么重要，你怎么就护不住呢？他的脑子轰的一下炸开了，一下子明白媳妇儿这说话的意思了。你说这里怎么就不行呢？虽然我嫁过来时觉得谈一场恋爱就好了，男欢女爱之事也不在乎，可亲完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情到深处不仅是一切水到渠成，还是身体和心理的渴望。小玉子，我想和你洞房了，可你这里不中用，还不好好喝药，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？这是什么？你身上是不是藏了匕首？男人再也受不了他的蛊惑，低头吻向他的唇。一声声嘈杂的脚步传了过来。何事啊？二哥说水烧好了，问娘要不要沐浴？你快去让你二哥把水装好，我马上就来。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？为什么村里的人都说你不行？我不喜欢那女人，所以一直没碰她。她在村里传的，我也没在意。没想到李婆子居然会告诉你这件事。我没有不行，我只是我知道昨晚若不是珠儿闯进房间，我们可能就洞房了。我还知道昨晚你帮我洗的澡，你给我换了衣服。媳妇儿，别再挑逗我，不然孩子们上学堂了，我们有一天的时间。说完松开他，大
大步向外走去。好呀，等着你。这男人明明闷骚的厉害，可骨子里坚守礼节，还敢大放厥词，真以为我相信他敢白日宣言？你在哪儿买的？真小巧。喜欢吗？这男人今天怎么了？居然这么大胆，向来他白天恨不能离我越远越好呢。媳妇儿，真的舍不得离开你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南边做一个任务。媳妇儿，你现在别问那么多，等我回来全部告诉你可好？好，我等你回来。你什么时候走1刻钟之后就走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少则1个月，我必定会回来。那我就给你2个月的时间，若是你1个半月就回来了，我可是会生气的。男人瞬间就意会到媳妇儿这是心疼他，不想让他日夜兼程受苦受累。好。说完从怀里掏出1沓银票。这个给你。洛烟数了数，居然有5000两，拿出1000两放在身边说道：这个就够了，剩下的你拿着，出门在外还是多些银子傍身更好。你去见见孩子们，我去给你准备行李。相公，在外面要凡事小心，你要记住，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。等我。小二，最近可有新的上好的原石？哎呦，洛姑娘可算来了，我们东家等了洛姑娘几日了。屈明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不过既然等我几日了，显然不是一般的事。你们东家今日在吗？哎呦，在的，这几日我们东家都在。那就带路吧。楼主贵人事忙，找我一定有事。楼主不如直说吧。青离府下个月初9会举行一场鉴宝大会，不知道洛姑娘有没有兴趣参加呢？鉴宝大会？这场鉴宝大会，琼明楼准备了3年之久，包含了近100年的文物古籍、上等字画、民情宝剑，而且青离府离皓月国很近，皓月国又产原石，青离府不仅有琼明楼1家原石店，那里有原石1条街。洛姑娘若是想买原石，也可以尽情的购买。原石1条街太吸引他了，而洛烟突然想起，书中瞿明好像带着方柔去了。方柔买了一个宝盒，那宝盒是100年前京城发生兵变，皇宫丢失的传国玉玺。皇帝后来又造了一个玉玺，但历代皇上都没有放弃过寻找传国玉玺的下落。方柔得到那块玉玺之后，给了沈凌轩。而也正是因为这块传国玉玺，沈凌轩才能够当上太傅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一世，他一定不能把这块传国玉玺落到方柔的手中，让萧门浩再像书中一样成为傀儡。从金安府到青离府，最快需要多久？你若是赶时间，5天就可以。好，同你一起去。咱们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如何？好，那我就先告辞，明天再来。娘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吧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但是你要带上我们3个。对，除非你带上我们3个，否则你哪儿都别想去。这次真的不能带你们去，但我保证半个月之内回来给你们带好多好玩的、好吃的，还有有名的书籍。真的不能带我们去吗？我们保证很乖、很听话、很懂事。这次出去我是有事，而且同别人一起，实在不方便带着你们，但我可以答应你们，等你爹回来就带着你们出去玩。娘，你若是决定了，就放心的去吧，不用担心我们。先生和文叔会照顾我们，我也会照顾弟弟妹妹的。过一会儿我去找夏先生，请夏先生和文叔住进家里来，也好方便照顾你们。娘，不用担心，珠儿已经会自己穿衣服了，我会给珠儿梳头发，家里又有黑豹，没人敢来，所以不用夏先生过来。再说夏先生也不放心他的羊，娘就不要为难夏先生了，以后我们每天只用去夏先生那里用饭就可以了。洛烟见他如此说，便点了点头。这个县过去就是青离府了，只是前面山路崎岖，我们今日在这里停留1晚，明日再赶路如何？一切听屈大哥的吩咐。主子，这家客栈被人包下来了，而这个县城只有这1家客栈。拿着我的拜帖去。是。
主子，包下客栈的是镇国公府的楚世子，他让出了2间上房。我们下车吧。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书中的男二。可查清楚了。回世子，那确定是琼明楼的楼主无疑，小的曾经见过他一次。可查清楚了，他为何在此？只知道他陪着一个小公子，一路上对那小公子格外的厚待。此刻他正陪着那个小公子在逛街。世子，可要手下将曲楼主请过来，正好打听一下传国玉玺是否真的在这次拍卖会中。不用，将派出去的人收回来，不必管他们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2天前，青离府的巡盐使被杀了，官盐丢了数万吨，现在全府正在严查。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？谁这么大胆，居然将巡盐使给杀了？这巡盐使是个贪官吧？当官的哪个不贪呢？我给你单独安排了一个院落，这2天我可能有些忙，没办法照顾你，就让明州跟着你。你想去哪，想要做什么，尽管吩咐他即可。你不用管我，随便给我指派一个人，给我引路驾车就好，还是让明州跟着你吧。你先休息，晚上我带你出去用膳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上次救的那个人是琼明楼的楼主，是他带我来看热闹的。媳妇儿，我要将这件东西拍下来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若信我，就不要再叫价了。梅溪房间从刚才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叫价？回世子，是的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受了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还小伤？即便有酒精味掩盖着，我也能闻到血腥味。这男人还敢骗我！很快又出现了第4个相同的匣子。洛烟又问了系统一遍，确认这个盒子是传国玉玺之后，才说道：相公，咱们拍下这个匣子吧，一次不多加，按照最低标准2200加。140万两一次，140万两2次。140万两是沈凌轩叫的价，这东西可不能再次落到沈凌轩的手里。150万两，150万零2千，160万两，160万零2千，161万两。最终这个匣子以161万两拍卖下来。相公，这个匣子能不能给我？好。魏泽，不可，这东西可是兄弟们付出很大代价弄来的银子买到的，你怎么能够随便将东西交给一个女人呢？忘了跟你们介绍了，这是我媳妇儿，也是安影门的门主夫人。参见夫人。燕儿，这是魏仲，安影门的副盟主，这是魏震、魏齐。他们2人专门负责情报的，这是魏东和魏山，专门负责收集任务的。原来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是副门主呀，难怪敢反驳萧玉泽。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各位不必客气。即便她是魏泽你的媳妇儿，即便她是暗影门的门主夫人，但是这个匣子关乎我们整个暗影门的未来，不能放到一个妇道人家手中。我这个妇道人家倒是想问问副门主阁下，你打算怎么带着这个匣子出去？副门主应该知道，即便这匣子今天晚上出现了5个，可想要这匣子的人可不少。当我们拍下这个匣子的这一刻，我们就已经成为别人的目标，而这个匣子又是经不起折腾的。我想请问副门主，有何妙计能够让这匣子安稳的带走？夫人放心，来之前我们就带了这个装银子的箱子，主要是为了装这个匣子。只要匣子放在里面，我们便可以安然无恙的带出去的。这个办法不错，不过是不是目标大了点儿？难道给你就能安稳的带出去？我若是有办法安全的把这匣子带回家，等回头你给我鞠3躬，并向我道歉，每鞠一躬都要说一句对不起，我不该看不起女人，如何？好，今天我就应下这个赌约。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将这匣子安全的带回去。若是你不能，以后就好好的相夫教子，不要管门中的事了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受伤了是不是？让我看看，我来给你治疗。媳妇儿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，我一会儿就走。走？你准备去哪儿？准备怎么走？巡盐使是你们杀的吧？外面全都是搜捕令，出去又检查得格外严格，即便经过昨晚，受伤的人增加，你们想要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放心好了，魏仲他们昨晚已经离开了，至于我，那城墙还拦不住。
既然他们已经离开了，那你就留下来陪着我，我们一起回去。媳妇儿，我可能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们要处理那批货，对不对？那好吧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？媳妇儿，那批货有些不好处理，我们现在又不敢贸然出船，所以可能要过2个月才能回家了。不过还好在这里碰到了你。那好，你注意安全。赶快睡吧，我要走了。你也尽快回家，说不定孩子们都想你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媳妇儿，你赶快睡吧，我先走了。你走吧，你要是现在离开这个房间，我保证你以后再也找不到我。媳妇儿，你别担心，我自己也算是个大夫，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怎么样，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想让我不生气？好呀，把衣服脱了，我要看看你的伤。我都包扎好了，媳妇儿就别看了，很丑的。洛烟不说话，抿着唇直直地看着男人。萧雨泽无奈，只能站起身，忍着疼痛将衣服脱下来。你这样还说没事？再过2天，说不定就可以去到木乃伊了。木乃伊？媳妇儿，木乃伊是什么？就像你这样缠满不调的死人。你自己不是大夫吗？怎么不先把伤口缝合起来？这几天事情比较忙，所以没有功夫处理。可是媳妇儿，我真的没事儿。是不是死了才叫做有事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做寡妇，然后快点找下家？媳妇儿，别哭了，哭到我心都疼了。这些伤都没有让我这么疼。我时刻记着，我是有媳妇儿、有孩子、有家的男人，我不可能让自己出事的。我想尽快离开，就是打算回去包扎伤口，真的。我要给你缝合伤口，可能很疼，要不要吃点麻药？我没事儿，不用。即便男人说不用，洛烟也心疼得厉害，用那种带有麻醉性的消毒喷雾先处理伤口，然后再缝合、上药、包扎。等身上所有的伤口都处理完，天已经亮了。你躺在床上睡吧，这段时间就待在这里，等伤好了，你要是相信我，就带我去放货物的地方，我有办法悄悄地带走。好，你也上来睡一会儿吧。你先睡，我将东西清理一下，再去交代一声。屈大哥，你来啦。这几日有些忙，都不曾过来看你，如今看来你过得不错。屈大哥，我碰到我相公了，这几日我相公在这里，我没有事先告诉你，还望你见谅。啊，你不必同我客气，我说了这个院子给你住，自然就交给你来管理，更何况对方还是你相公。谢谢屈大哥。屈大哥，我做了晚膳，若是不嫌弃，你就留下来一起用吧。会不会打扰你们了？不会，只不过我相公这几天有些不舒服，可能不能喝酒，屈大哥不会介意吧？无妨，站在门口我就闻到了满院的菜香，相信洛姑娘的手艺一定不错。我今天啊，算是有口福了。屈大哥若是不嫌弃，叫我嫣儿就好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嫣儿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正好，我向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琼明楼的屈大哥，带我来清理府这一路上对我很是照顾。屈大哥，这是我家相公萧玉泽。在下萧玉泽，见过屈兄，多谢屈兄这段时间对内人的照顾。嫣儿就像我的妹妹，照顾她也是应该的。相公，你带着屈大哥进屋说话，我还有几个菜，马上就好。屈兄，请。萧门主客气了，这一声敬语我可担当不起。不愧是徐楼主，就是聪慧过人，这么快就发现了我的身份，真是久仰了。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2年暗影门突然崛起，虽然抢了我琼明楼不少生意，但看在嫣儿的份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你若是敢让嫣儿受伤难过，做对不起嫣儿的事儿，就凭她救我一命，就凭她叫我一声大哥，我定当把嫣儿从你身边带走，让你天涯海角都找不到她。嫣儿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媳妇儿，我敬她爱她还来不及，当然不会做出一点让她伤心难过之事，所以屈兄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最好如此。这一路上都是屈大哥在照顾我，今日屈大哥也尝尝我的手艺如何？单凭这色和香，
就可以断定燕儿做的饭菜绝对好吃。那屈大哥多吃一些。屈大哥，我和相公可能明天就走，到时候就不去向你道别了。我们在金安府见。好，那你们路上小心。你把这个喝了，可能会很疼，但是能让你身上的伤痕全都好了。男人看了一眼勺子里边如水一样的液体，接过来一饮而尽。你就不害怕我给你的是毒药？媳妇儿才舍不得谋杀亲夫呢，而且即便是毒药，媳妇儿给我的我也甘之如饴。1个月没见，你倒是学会油嘴滑舌了。媳妇儿，我不是油嘴滑舌，是真心话。看出来啦，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现在是不会谋杀亲夫的，但是将来可说不定。先说好，我这人心眼很小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是围山村的猎户，是暗影门的门主，或者将来是什么，你只是我的男人。做我的男人，最主要的就是守妇德。媳妇儿的妇德是什么？所谓妇德，就是你有我的时候不能再要小妾。当然，若是你突然找到了一个你更喜欢的女人，就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保证会成全你们。但若是让我知道我是最后知道的那一个，我保证让你们2个都死得很惨。媳妇儿，我萧玉泽这一辈子能娶到你，能有你一个女人就心满意足。若是我以后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那就让我偏。我这人向来实际，不喜欢听花言巧语，更不喜欢什么誓言，只相信实际行动。而且现在的话不代表未来，不要把现在的承诺成为你未来的负担。媳妇儿，你那药真是好，不仅将我的外伤治好了，我的内伤也痊愈了，甚至内里都更上了一层。这种药一定很难得吧？媳妇儿，这药太过珍贵，以后除非特殊情况，千万不要把你的药拿出来了。那是自然，我这药可价值万金，也就是你，要是别人我还不舍得呢。媳妇儿，我们睡吧。哥，你说娘什么时候回来？她说是半个月就回来，可今天已经是她离开了第19天了，她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？她怎么能够食言？哥，是不是就像你说的，他们在外路上难免会遇到什么事，刮风下雨都会耽误行程？那你说她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？她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，你以后不要去村口等她了。相公，那是不是意儿？萧玉泽看着洛烟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他快步地跑向前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，你不会不要我们的。原来这孩子以为我不要他们了，所以才站在这里傻傻等着吗？意儿，傻孩子，娘怎么会不要你们呢？娘只不过是晚回来了几天，真对不起，娘失信于你们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能回来，让我等多久都行。娘，求求你快回来吧，不要抛下我们。意儿以后会很乖很听话，再也不淘气了。我们家意儿本来就很乖，本来就不淘气，是最好最听话最懂事的孩子，娘又怎么舍得不要你们呢？好了，天快亮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浩儿，对不起，娘失信了，回来晚了。你回来就好，快天亮了，赶快洗洗睡吧。让你爹带着你们去洗洗，过一会儿你们都去东屋睡，今天晚上咱们全家一起睡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拿衣服和肥皂，一定把自己洗得香香的和娘睡。娘，我也去拿衣服。燕儿，妹夫，你们回。大哥，你这腿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前段时间去府城买些东西，被一辆马车撞了，这不，已经快好了。这是小易和小浩吧，都是好孩子，快坐。大哥，我会点医术，让我看看你的腿怎么样了。说着，不等他同意，已经摸上了。媳妇儿，你不用担心，大哥的骨头结得很好，休养一阵子就好了。妹妹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燕儿，你怎么又带回来这么多东西啊？妹夫，你可别纵着他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以后回来不要带东西了。无妨，难得回来一次，也是燕儿的心意。燕儿，快给妹夫和孩子们倒茶。娘，我来就好，你歇着吧。娘，你坐下，我给你端。大哥，爹娘他们呢？
这段时间一直干旱，眼看地里的庄稼都枯萎了，所以爹娘他们一大早都去挑水了。媳妇儿，你在家里看着孩子和大哥，我去地里帮忙。娘，我们也去帮忙。不用，爹娘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洛烟想到萧门浩以后可是皇上，这可是体察民情的好时候。好，你们去吧，不过不要太久，娘半个时辰就把饭菜做好了，你们早点回来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按时回来，不让你去找我们的。燕儿，孩子们还小，让孩子去会不会不好啊？大哥，没事，他们从来没有做过，让他们体验一番也不错。你们可用早膳了？我们都不饿。妹夫吃饭了吗？若是没吃，我现在去做。我来就好，你坐下砍柴吧。洛烟将饭菜做好，带着珠儿去叫人。刚走出家门，就看到一个穿着一身艳丽衣裙的中年女人同高氏走了过来。洛烟眼神缩了缩，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嫣儿，不是大伯娘说你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你都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，别有事没事总往娘家跑。这是我家，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，不劳大伯娘费心。不过我即便是嫁出去的闺女，也做得了这家的主。这个家不欢迎大伯娘，更不欢迎大伯娘带来的人。你们走吧。哎呦呦，这还是大户人家养出来的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外家的闺女管娘家的事儿，这也管得太宽了吧？洛烟，今天可是你哥的好日子，这是府城的王媒婆特意来给你大哥说亲事的。你是想要把你大哥的好事往外拦吗？我大哥的婚事由我爹娘做主即可，不劳大伯娘您这个外人费心。二弟妹，你们可回来了，你们还是管管嫣儿吧，若不然小安好好的一桩婚事都被他给搅黄了。大嫂啊，什么婚事啊？恭喜两位了！府城的方家见令郎相貌俊朗，品行端正，有意招为女婿，这不特意让我过来说媒的。方家虽然不是府城的大户人家，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。方员外在府城都有8间门面，在其他的县镇也都有店铺，而且方员外家有良田800亩。令郎若是做了方家的女婿，那么老哥一家就跟着享福了。书中洛安被迫娶了她，即便后来生意做到大江南北，心中也不是一般的苦楚，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要孩子。方家是好，不过我们洛家一介平民，连房子和地都没有，贫苦不堪，实在配不上方家。所以你回去吧，这方家的婚事我们不会同意的。你一个外嫁女，管家里的事做什么？更何况你爹娘都没有开口，你一个女子插什么话？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二弟妹，你看看嫣儿，怎么这家都轮到她做主了，一点教养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这哪像是一个外嫁女？你们好好管管吧，可别因为她的任性毁了洛安的婚事，毁了洛安的前程。再让我听到你们当着我的面儿骂我媳妇儿一句，就别想活了。罗汉子，我好心过来给你家说媒，你们就这么对我的？谁让你们骂我姐的？不亏。难道我们说错了？多谢你的好意，我们家的事，我闺女自然能够做主。这亲事啊，我们家不解，多谢你跑这一趟。滚！爹娘，咱们也回去吧。你看你天这么热怎么回来了？回来也就算了，好好歇歇，等娘回来做饭即可。你怎么去厨房了？娘，做个饭也不累，外面热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嫣儿，刚才那媒婆提的方家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？大哥，你先给我说说方家是怎么认识你的吧。我这腿就是方家小姐撞的。事后那方家还送了不少礼物过来，倒是没想到他们家居然看上大哥了。不过从姐姐这番操作来看，方家人肯定不是好东西。方家是有些家产，但他们家的名声不好，尤其是那方家小姐，年方18了，因为相貌丑陋，举止粗俗，性情跋扈，到现在还没有商议亲事，所以方家这门亲事并不是一门好亲事。当然，若是大哥想要荣华富贵，少奋斗一番，倒是一个不错的捷径。嫣儿，大哥不是这样的人。再说了，若想要富贵，大哥以后会拼尽全力做出一番事业的。
这我相信大哥。爹，大哥，为了让2个孩子读书，我相公在围山村请来一个先生，建了一个学堂。我决定了，今天回去便带着3弟和4弟一起走，让他们去读书。只是嫣儿，这样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不便呢？不会的，大哥，而且我们家一切都听嫣儿的。不过从明天起，以后3弟和4弟每天放学回来早上过去，而你们回来的任务就是监视这个家。娘和大哥在家养病，君儿在家做饭养手。等你这双手白嫩之后，我会让人带来一些绸缎，你在家负责刺绣。以后我们一家人春夏秋冬的衣服全都由你来做，但每天最多只能做2个时辰。等你3哥和4哥放学回来之后，负责教爹、娘、大哥和你学字。每个月我都会回来检查你们学习的情况。2姐的话你可记清楚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还要同爹和大哥商量，就是这一季秋收之后，我们家就不要再租种田地了。嫣儿，不种地我们吃什么呀？府城有多少人都没有种地，不是照样吃得好喝得好？那我们农民不种地做什么呀？爹放心好了，我既然这么说，肯定有打算，并且保证比以前的日子过得更好。爹，既然嫣儿这么说了，就听嫣儿的吧。